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何志伟委员、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林义方委员、唐湘龙先生。好，美国军援台湾，乌克兰吃味了。什么意思？乌克兰说，我们才需要钱呐、我们需要武器啊。台湾那么有钱，外汇存底5、6千亿美金，需要你给他3亿吗？3亿美金对他算什么？塞牙缝都不够，他真的需要你这个钱吗？对不对？你是把给我们的钱拿去给台湾呢，等于偷我们的钱去，你这什么意思啊？哦，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再继续支持我们了，是这个意思吗？哦，觉得我们反攻无力吗？反攻不利吗？反攻不顺吗？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乌克兰不爽那他是前总统的顾问，也很重要他说美国要把援助转给台湾。台湾已经是个有钱独立的国家了，对不对？中华民国台湾，你要给他钱好，那么乌克兰反攻开始都说哇，反攻好有力哇，这很厉害啊，这个俄罗斯节节败退，搞了个半天，很有限进展有限，反攻不容易。那乌克兰就想因为俄军那个阵地只要一占领后，阵地部署的很严密，很难反攻了。那优势好像看看也不见得有了。然后看起来战争还要往下拖美国已经把集束炸弹都拿出来了那种很不人道的那 CNN 做的民调，51%的民众说美国已经 enough is enough 够了，你还要我们做什么？还要怎样第二个呢，在这个另外48%的人说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其实差不多了，但是呢，至少已经不像开始的时候超过60%。这个支援乌克兰、军援乌克兰，好好去把这个俄罗斯打垮现在慢慢发觉，老美本来就是这样嘛。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了解，美国人就是没有耐心了开始很热情，最后搞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好，我们看一下。Мы слышим, что часть средств,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ы Украине, собираются переправить на Тайвань.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ак далее. А вот это уже не инач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ть как принуждение нас к каким-то условиям. 这位是乌克兰前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他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动用总统拨款权军援台湾有些意见。Знание или предсказание – это гипотеза. Мы работаем с гипотезой. Но если люди говорят, вы знаете, у вас там, конечно, крупнейшая битва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 давайте Тайваню перенаправим часть средств. А ведь Тайвань, прям, скажем так, далек от прям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асности, в которой пребываем мы. Да и Тайвань, в принципе,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Украиной, очень богатое и с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н сам себе может много купить. 美国提供台湾与乌克兰军事援助的预算来源及援助项目都不相同，并无排挤效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也已经公开表示，美国提供台湾武器的决定不会影响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显见，美国要把给乌克兰的钱转给台湾的说法并非事实。外交部严正博士专家认为，美国军援台湾除了考量军售延宕，更有战略考量。乌克兰国内的分歧舆论，台湾也被牵扯其中。好，老沈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不太有创意那乌克兰这位总统的顾问，他是前顾问所以是不是已经失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曾经讲过错话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以人废言。所以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到底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对乌克兰的军援这2笔钱有没有互相排挤我想应该是很难说它有啦。但是如果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我们民进党政府应该很慷慨的讲说，我们两地常常被人家比起来，都是我们是目前世界战争风险很高的，但是毕竟台湾的风险没有乌克兰目前，你是在战争中嘛，所以我们没那么急，也没有那么危，也没有那么凶，也没有那么险。所以如果那么迫切的话，其实我们我们政府台湾政府虽然有钱但是你很高兴你们尊称我们为国家，我们其实是类国家，是不正常国家。但这一点我不跟你计较，你从我是国家，我很高兴。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台湾会建议美国国防部或是美国国务院把这一笔钱先提供给你们用，但是有前提，乌克兰从我这里拿到我应该先拿到的钱以后，要很快致力于乌克兰的和平。这笔钱不能说哪去了很多人因为这样而更多的牺牲。这样的话，
台湾人民于心不忍。刘玉教这样讲，现在乌克兰其实陷入一个两线作战，前面是跟俄军在打，另外一面呢，虽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但是进入非常紧张的状态，就是他跟美国的关系，然后跟这个尤其跟欧洲国家关系变得很紧张，因为泽连斯基的姿态很高，包括他的外长也是一样。你一方面要人家援助你，一方面讲话的口气就是很强硬。所以像你看英国啦、德国、法国，他们都有内阁的官员都出来讲过，你实在应该要有点感谢我们才对啊。然后你像连波兰跟他关系最密切的，最近也因为他们双方的谷物都卖到西欧市场嘛，所以双方也为了这个东西，现在也搞得不太愉快。你知道美国到目前为止，到7月初为止，一共援助了他多少钱吗？大概750亿这个美金，含台币今天的价钱来讲，外汇的价钱2兆3845亿。你说多不多？但说少，坦白讲也不少。所以美国人呢，他们就是常常回忆起在越南、在伊拉克、在阿富汗花掉了几兆美金这样在花。他们现在看到的情景就是这样，因为美国现在游民，你看那个无家可归游民，在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这个纽约，这很多有的时候整条街都是那个膨胀啊。所以美国人认为说，慈善要从家里开始嘛，这是英文的 ABC 嘛。那对于美国来讲，就是说，尤其是共和党在野党，现在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讲说，我们不能给你一张空白支票嘛。你泽连斯基好像觉得每一次就跟我们要一大笔钱，每一次就要一大笔钱。问题是我们有这么多钱可以给你吗？那但是乌克兰的痛苦在哪里？今年的大概是4月8号的《华盛顿邮报》有一个调查报告出来，乌克兰的军队一天要打多少大炮的炮弹，你知道吗？我讲那炮的是加农炮跟榴弹炮那种大炮哦，不是迫击炮那个小炮弹哦，一天就要打7700枚，平均6秒钟打一发。你知道那个炮弹是很大的，光这个人家怎么去供应你，怎么去满足你啊？你自己几乎没有办法生产，完全要靠美国、靠欧洲国家援助你，一天就要花掉7700枚，你还加上其他坦克呢，被摧毁的坦克呢，其他的武器呢，机关枪呢，其他步枪这些等等的援助呢，所以对这个就是这个战争啊，其实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联想啊。美国是真的，刚刚主持人在休息的讲是没有耐心的国家，其实美国也不是没有耐心，是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长期不断的援助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要从这边真的要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至于乌克兰这位总统顾问前顾问他讲的话是乱七八糟的，因为现在美国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PDA， 总统用他的特权从国防部的库存的武器装备里面拿出来给我们，这个是每一年在国防授权法案要通过。像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总统可以给台湾的拿的这个武器的价值送给台湾的不能超过10亿美金。这个事情跟乌克兰无关。那你乌克兰要援助多少钱？国防授权法案里面要另外规定，或者是临时要有国会来批准。所以这个他讲这个话怪到我们团不对，而且我们也援助他10几亿耶，好像台湾援助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已经17亿台币了，你还不感谢我们，说我们坏话？我基本上乌克兰，我如果是乌克兰，我有话讲，我怎么会打这个仗嘛？不是你美国怂恿我的吗？我本来好好的，日子过好好，你美国每天来怂恿我，叫我是加入北约，叫我加入北约，说我到时候会保护你，所以我就傻傻的还写在宪法里面说我要加入北约啊。对不对？普丁就早就警告了，梅克尔警告你说千万不可啊，去了不是开玩笑的，会打仗啊。那美国也不相信，乌克兰也不相信，结果真的打起来了，那你们都要支援我到底啊？你怎么可以跑掉呢？不行啊，你要不抓进来一起打，你一兵一卒也不派，给一点钱算什么了不起啊？你印钞票就是了嘛，给点武器就是了嘛。但是乌克兰搞错了一点了林伟刚讲也没错了，我们是有钱。我们跟美国买的武器到将近195亿，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买的不是美国要给你的，他这个3亿多给什么？他也不讲，他给的就是要你去打不对称作战的，要你去到时候打城镇战、肉搏战的，
他给你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买嘛，你买的是其他的武器嘛，他不要你买那个武器，制空、制海、反登陆，反什么登陆啊？你登陆上来了，这是汉光不就这样演习吗？反正各有各的这个想法哈，那都是坏透了这些人的心里面啊。路透社说，因为台海风险升高，所以英国的保险商紧缩对台湾的保险，这很麻烦哦。将来你所有的海运货物都是要保险的啦，所以我们说有价钱，有 FBO 价，有 CIF 价钱。那这个你这 CFI 就是 insurance， 那你将来保险费一增加，它货物的成本就可能增加嘛。我告诉你，不止这样啊，很多外国人本来在台湾投资，现在不来了，就是要打仗，我怎么投资？我一投资20-30年了，甚至我最近告诉你，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国际有名的巨星本来想请他到台湾来表演的，私下讲说不来了，为什么？可能会打仗。他可以到日本、到新加坡、到其他，就是不要来台湾。像这种事情，你台面上看不到嘛，人家就是担心，就怕谁把台湾搞成这样兵凶战危，我们都觉得好像还好啊，但人家很怕，连保险费都要给我们增加然后台湾激进党说还不够，要定中国为敌国，国防部太暧昧了，掩耳盗铃变成这样那大陆清华大学一个教授我觉得接受德国的《时代周报》讲，他不知道叫周波了他说不会打的啦，他打什么？他说我们干嘛打？习近平也不会想打你啊，除非你也变成台独，或是美国叫你分裂出去。他说我们打你干嘛？时间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等啊。他说你自己想一想看，如果1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经济量体大于美国，台湾的时候对我们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从经济角度，不要从武力啦。经济，今天你觉得美国比较好吗？如果有一天，也许10年，也许20年，也许30年，中国大陆起来了，它超越美国了，经济比美国好了，他说台湾对我们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你认为会不会改变呢？我认为会。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个大陆昨天宣布第3波开放团客现在全世界已经130几个国家大陆的观光是可以去的了那台湾还是没有放在里面所以旅游业者当然很急了原来呢观光局就是观光局交通部说今年台湾要增加600万游客，要有600万游客，其中100万从大陆来，那你不开放大陆怎么会来呢？那大陆那边也不开放自由行，也不开放团客那我们也不开放团客。所以我们的旅行社也不能组团去大陆我们的自由行是可以的，因为你自由行不可能阻断嘛，你阻断的话，你这个台商怎么办呢？你那么多台商，你说都不是他们去那你台湾经济怎么办？也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也不是说台湾政府就是多好心受，因为你阻断自由行，我也阻断自由行，我不阻断对你比较好。我们现在就这样讲所以你先开放自由行我都开放，为什么不开放呢？对他来讲，他开不开放自由行他无所谓对你开放，你阻断，你敢阻断吗？你阻断以后你怎么办？台商通通不要去了，那你台湾经济怎么办？那个外汇这个收入立刻会减少嘛？好，不管了，就旅行业的业者就已经在抱怨了，说你就开放嘛。那我们说不行，要开放要对等开放，就是呢，你要我开放对不对？你也要开放，我们一起开放才可以，否则的话呢，我为什么要先开放？为什么先开放？我不肯先开放，好不好？大家就僵死在这个地方。那去年来台湾的游客人数其实是增加的，因为很多其他地方来的但是呢，外汇收入少了300亿。照理讲，你的游客多，收入应该多嘛，结果没有，为什么？他钱花的不多嘛，所以今年说100万陆客来，一定是跳票，不可能的那这次日本已经恢复了，欧洲也恢复了，所以呢，日本媒体说中国会拿下日本2/3的旅游市场。日本现在旅游业者在摩拳擦掌在那边这个等待市场那这个李渠月了就是屏保这个公关主委就说呢。这个对市场是一个伤害日韩都开了，就独漏台湾我们看一下。计划什么时候？8月16号。
北京的旅行社涌现咨询人潮，因为中国大陆宣布再开放第3波陆客出团旅游的国家，累计恢复到138个国家，出国旅游搜寻量暴增20倍，尤其日本最夯，暴涨350%，签证咨询量日增近3倍，赴日韩的机票预订量增加近10倍。根据路媒指出，陆客团咨询最热门的是日本、韩国、澳洲、土耳其。土耳其那个棉花堡一直特别想去。疫情前，陆客赴韩一年最高超过800万人次，疫情后剩下17万人次与22.7万人次。日本落差更大，曾经高达959万人次，占外国游客总量30%，疫后剩下3851人次。现在恢复陆客团，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奈良市关注度前5名，而出发时间以中国大陆的国庆假期10月1号前后时间最热门。日韩将恢复陆客团，台湾有人哀嚎了，景点要更挤了。不过路媒指出，国际航班数量尚未恢复，还有美国、欧洲申根签证存在不确定性，能恢复多少陆客团出国还有待观望。好吧，旅行团怎么样？不开来，主会委员到底怎样？我们最近很多叶子找你们。对，我正在想找。我们最近也是选举快到了哈，我们开始接触的比较频繁。平常讲，对于我们旅行业者哈，英镑、澳镑，英镑对他们而言收入相对的是多的，是吧？而且消费市场在台湾，他们当然很希望的。目前台湾出去观光的人是比进到台湾的人呢多1倍。换句话说，这个会有赤字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子，人数一个将近500万，一个进来是200多万，想想看嘛哈，当然，台湾有很多理由说你大陆不开但是我们这些那个旅行业者就讲说，你台湾就讲说我开放，我这个球不是回到你中国的。如果确实是如我们陆委会所讲的，那个球就不是回到你中国大陆去了吗？我跟你讲，我跟各位报告哈，就像我们原来两岸直航的点有60几个点，现在只有14个点。很多人台上跟我们反映，我也把这个反映给我们的民航局。我说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快一点嘛？这个举例我现在还要到哪边去？到上海或到深圳或到厦门去转机，相对它的成本就高，时间也会比较浪费嘛。所以台湾我是觉得，像我们台湾观光客是无烟囱的工业，这个讲了多少年了？疫情之前，2019年因为选战这个反中的关系哇，就顺势炒势，风。苦的是谁？苦的是我们台湾的观光业者的还有他的从事的人员。现在连民进党的委员都已经开始讲话了。难道你不要大陆的观光客吗？大陆观光客来，难道就会带着枪来吗？也都不会。我是觉得不要为了打选战不要为了打选战牺牲了台湾的经济，好吧？但是都怪老共了。从陈建仁开始说呢，没有接到中国善意的回应。因为他们团客到现在为止还禁止到台湾来，陆委会说我们一直在沟通，对不对？他都不回复我们然后呢，郑文灿说责任在中国，不在台湾那我就看那个媒体的报道嘛就台湾办这个旅游展，大陆的官员要来70几个，通通拒绝，不准来。对。那台湾呢，到大陆去也是参加旅游展官方一个都不派。人家说，请你观光可以来嘛，至少一个都不去，坚壁清野，然后你就说责任都在对方。嘉龙，3个礼拜前台北办了台北夏季国际旅游展，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旅游展，那个旅游展后来大陆9个省只能够让业者来，而且业者来了之后很低调，因为他们觉得台湾并不欢迎他们，他们在旅游展当中虽然摆了摊位，但是很低调。而且台湾的官员们，负责旅游的官员、观光局的官员，还有台湾的一些品保学协会等等，都不敢帮他们做宣传。那场的夏季旅展是今年最盛大的旅展，可是他们很低调的来，因为他们官员通通都不准来除了不准来之外我们会讲，就是如果你真的欢迎大陆的这些观光客来，我举个例子，就是陆委会。我光算今年，陆委会已经4次的讲到，就是说呼吁国人赴大陆旅游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讲4次。
意思就暗示你就是说去那地方你可能会有一些会被当间谍啦等等各方面的顾虑，你不断的在炮制两岸之间的那种的政治紧张的氛围感。你对大陆的，就是说呢，人来台湾这些始终的不友善。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请问你马英九邀了37个大陆的学生到台湾来，他受到的是什么待遇？他受到除了马英九在欢迎他之外，请问你台湾的官方在所有对他们事前的警告到了之后的呢，几乎呢都有人在盯他们，以及呢对于所有的谈话当中呢，对他们那种的冷嘲热讽，你认为你欢迎他们吗？他们只不过是学生而已，那个是一个 sample， 好吧？现在当然对于两岸之间会出现很现实的问题。今年的上半年，台湾赴大陆旅游的已经是第2名，第1名是日本，第2名呢就大陆了。换成台湾人呢，不管你民进党如何的用各种的语言当中去炮制两岸的紧张，可是台湾人去大陆的这个成长的速度还是蛮快的。1月8号大陆才解封啊。到今年的4月、5月之后，大陆观光客赴大陆旅游就很快的上来了。可是大陆的观光客没有办法过来，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选举要到了。台湾选举要到了，你看讲大陆观光客、观光团如果来台湾，有任何一点上新闻，那个你可以想见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其实不只是现在了，2019年的台湾的那时候有香港的事件，大陆观光客对台湾呢也做了很多的限缩，他会比较紧张，担心了来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选举，不想呢让大家呢有借口呢去制造话题。不过关键还是在于台湾的官方现在呢不能够来，他没有开放了之后，很简单说，那都是大陆该负责。请问是大陆都应该要负责吗？双边都有责任。大陆方面不希望你台湾总是拿观光客当个饵，想要去制造两岸之间的对等开放，而且要让大家觉得就算今天没有9·2共识，你看我还不是可以跟老共呢坐下来谈，还不是一样的可以让观光客来去，没有9·2共识一样可以啊。这个我认为是老共摆在心里面，他会在乎的事情。不过最关键的呢，昨天开放的这78个没有台湾很合理，因为那是对国家开放，两岸之间他是不会把两岸摆在这种的国家定位当中去处理的。昨天开放的，你反而是应该注意的。我觉得昨天的开放的这一波，让我对大陆的思考有了一些呢全新的想法。我觉得它的线条变柔软了，它对于呢国际问题的处理，它变得呢比较呢有技巧。你想，当他跟美国的关系这么不好，美国前一天才刚签署了行政命令，对他3项科技连投资我都管制。日本前一天。你看呢，麻生太郎在台湾呢讲什么鸟话？你看到呢日本的这些在野党反弹的一塌糊涂。他对日本也开放，他对美国也开放，他对韩国也开放。换句话说，他没有因为跟这些国家当下呢，你对我呢讲那些不礼貌的话，做那些我很不爽的事情，我因此就把所有的事情呢都把它政治化、工具化，他照样对他开放。大陆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面，我认为正在进到一个新阶段。其实大陆对于国际跟对台湾，其实我觉得手法的确变好一堆。因为我们在看最近这个世大运没有闹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中国内部，的确它的经济从房地产到各式各样甚至青年的问题。他的确对外的方式，我觉得跟过去那种疯狂战狼啊、完全不理性的方式有所调整。但是端看过去全世界将近3年多，是一个没有中国观光客的世界。那现在要开放，的确全世界又紧张又害怕。那我必须以一个民进党现在在执政。我们台湾部分从来没有禁止台湾人去到中国去，不管是探亲、做生意、交流，完全没有。那今天他要开放不开放，我非常同意刚刚香龙先生讲的事情是，他是对国家开放。那当然不会有台湾，但是回归到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政府态度其实是支持，而且我们认为观光是可以进行的。那这个责任也好，或者是后续也好，因为现在中国内部蛮有趣的，他每次开放，他可能就是20万、30万、40万，他可能会把观光客当作一种观光人质或经济人质或经济的要挟，来逼你地方政府做些什么事情。我认为这一点，我是认为不太好的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刚刚赵大哥赵先生有提到，其实说两岸之间的情势的确
各个国家为什么会紧张？是因为乌俄战争打成那个样子，所以全世界也认为说，在疫情过后，还有加上乌俄战争之后，我们一定要和平，要安定。所以你看，包含像澳洲最近护身军刀在那边军演，其实全世界，包含我觉得像刚刚为什么我们说到中国现在态度变软，因为包含中国内部也知道战争是大家都不要。这个民进党在处理有关于陆客啊来不来的这件事情上面啊，就是又坏又笨。哎呦啦！他坏的地方呢，就在于是说，因为现在两岸之间已读不回嘛，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接触，所以他就希望说，借由这个开放观光客的这个事情，就算是海基会、海协会啊，两会之间大两会没有办法沟通，小两会还有我们可以沟通一下吧。大陆呢就是一概不理，好，大陆一概不理，那他就一试再试，所以他就一猜讲啊，我们都跟你们沟通啊，但你们都不回应啊，这个就是他坏的地方，笨的地方就在这里，是说你就主动开放就好了嘛，你就主动，你就宣布说欢迎，让我们的团客到大陆去，然后呢也欢迎大陆的团客呢到台湾来。因为呢，你这样子就证明说，我说你就欢迎，就是对我说我们的团客，我说我们的开放我们的团客，禁止旅行社组团去大陆，是我就说开放我们的团客去，然后公开的欢迎大陆啊，大陆你欢迎你们这个自由行来，然后欢迎的大陆的观光客来台湾，因为什么？你这样子主动的表态之后，你就是证明你自己，就算是官方的管道不通，我还是有非常的很大的一个诚意来去恢复两岸之间的交流。重点在于是，你要让这个旅行的业者，你起码先赚到说你能够到大陆去的这一拖嘛，那他们就不怨你了嘛。如果说大陆呢依旧不愿意开放那个观光客、团客或自由行来，怪大陆了，那责任就在大陆了。怪大陆，来老沈，你就要证明你自己有能力嘛。我觉得乃金的讲法就是说，我们政府主动开放，不追究对方的反应。这就不是民进党了，是啊，这就不是民进党，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跟你讲啊，其实以商逼政啊，本来就是老共手中玩的越玩越有趣的把戏嘛。那过去几年来，他们的经验呢，其实越来越玩得越精致，越来越得心应手。他玩水果，玩释迦，玩凤梨，玩萨瓦提，玩台湾雕。哦，但是他有一个原则，我查出来他们的原则是什么？我的心得是这样。台湾在经济上受到影响的少数，金额也不大，但是在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内宣的效应很大，让你民进党受伤。但是哀哀叫的人其实不多。那这个观光客更不一样了啊！观光客我们其他的东西啊，你不买，我们卖给别的国家，大不了我们军队自己吃，我们学生自己吃。但是你不来玩啊！我们叫谁来玩啊？我跟你说，这个玩是要有钱国家来玩啊，而不是新南向那些穷国家来台湾玩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你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们都是逞一时之快，有的讲这个，有的讲那个，对解决问题没有用嘛。你这样讲对解决也没用。对，我告诉你怎么解决。你们不来玩，我们自己玩，休息一下再回来。要有人讲。